黑海舰队总部又被炸成渣，乌军特种部队强行登陆克里米亚，俄罗斯后方3大机场连环爆炸，连白俄罗斯都被锁定了500个目标。乌军反攻顿巴斯战略要地，未来6到9个月战争将出现转折点。就在这短短几天时间里，乌俄战场的局势发生了相当魔幻的转变。那么乌军到底是用什么战术突破俄军防线的？那支神秘的乌军登陆部队究竟去干嘛了？这场战争真的要在未来几个月迎来大结局吗？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消息，5月27日晚上，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老巢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突然传出极其剧烈的爆炸声。乌军这次下了血本，依然是那个让人防不胜防的经典战术——无人机加巡航导弹的混合双打。先是派出一大群自杀式无人机冲向俄军阵地，目的很简单，把俄军的防空火力全部吸引出来。等俄军的雷达满负荷运转，防空导弹往天上打的时候，英国赞助的风暴阴影导弹贴着海面呼啸而至，绕过了俄军雷达的探测死角，扎进了黑海舰队的航空指挥中心。伴随着耀眼的火光，剧烈的爆炸瞬间撕裂了整座大楼，基地附近升起了长长的黑色烟柱，随风飘散在黑海上空，那场面相当惨烈。这个航空总部不是什么普通的办公楼，在俄军的作战体系里，它负责协调指挥整个片区的空中力量。不管是侦察无人机还是武装直升机，哪怕是天上飞的战机，甚至俄军防空系统的启动，都要靠这个指挥中心来调度。虽然在这之前，黑海舰队的舰艇已经被乌军的无人艇炸得受不了，被迫整体卷铺开走人，把主力撤出了克里米亚，但留下来的这些指挥设施依然需要维持克里米亚空中防线。现在倒好，被连根拔起。实际上，自从乌俄开打以来，这已经是塞瓦斯托波尔地区第2个被乌军物理超度的黑海舰队指挥系统了。火力军只能说，现在的黑海舰队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不仅丢了黑海的制海权，现在连看家的指挥所都没保住。在塞瓦斯托波尔被炸得人仰马翻的同时，克里米亚的其他地方也没闲着。乌军这次主打一个雨露均沾，俄军在菲奥伦特角附近的3大军用机场几乎在同一时间遭到了猛烈空袭。先是比尔贝克机场附近发生爆炸，紧接着佐木机场和卡扎机场也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和零星的爆炸声，战火甚至一路蔓延，很快就烧到了首府新菲罗波尔一带。更有意思的是，有消息爆出，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在菲奥伦特角发起了一场2栖登陆行动。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最高指挥官拉兹沃扎耶夫赶紧出来辟谣，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的防空系统天下第一，当晚击落了整整14个空中目标。至于为什么乌军地面部队突袭，那绝对是无稽之谈，都是乌克兰人的心理战。但他对于基地内发生的4起大规模爆炸却是避重就轻，含糊其辞。至于乌军特种部队到底登没登陆，目前的战况确实还处于迷雾之中。不过火力军觉得大概率是真的。以前乌军特种部队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比如在2023年8月，大概40个特种兵坐着小艇趁黑摸上岸，到了奥列尼夫卡地区，上岸之后二话不说，掏出国旗插在沙滩上，拍个合照发个朋友圈，然后赶在俄军大部队包围过来之前撤退。这种行动你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战术意义，没有探透阵地，更别说向内陆推进了，但侮辱性极强，就是告诉俄罗斯人我随时能来逛一圈。克里米亚这边炸得热闹，前线的硬仗也没停下。在乌东的顿巴斯战略要地，乌军已经开始了一轮的反攻。诺尔报告等前线频道披露，乌军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已经朝这个方向的俄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突击。截至目前，乌军已经成功夺回了几个关键据点，但客观来讲，这种阵地战打得非常焦灼，双方基本是在烂泥地里拿命填，具体的战线变化还有待观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乌克兰已经极大地缓解了该地区的危机。在此之前，俄军在信息战上可是相当高调，四处宣扬自己已经攻入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时基辅方面就果断站出来打脸，现在看来，乌军不仅守住了，甚至还有余力对俄军的外围阵地发起反击。康斯坦丁诺夫卡很重要，这地方的地理位置太特殊了，谁控制了这里，谁就能掌握该地区的交通动脉。它也是乌军在顿巴斯构筑的关键堡垒群之一。乌军这次在顿巴斯的反攻，绝不是什么为了面子搞的局部摩擦。如果把目光放到南部的战线，就会发现这是一盘大棋。就在前几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带着空降突击部队的老大阿波斯托尔亲自跑到了南部前线去视察，陪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挪威国防军司令克里斯托弗林。几个大佬凑在战壕里开会，讨论乌军现在最急需的重型装备。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目前的南部战线即将迎来大规模的动作。
至于俄军这边的状态，火力军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强弩之末。俄罗斯之前大张旗鼓搞的春季攻势已经实质性破产了，现在他们在南方的部队出现了后撤的迹象。乌克兰陆军预备役委员会的负责人季莫奇科在接受采访时把话说得很直白，他说俄军现在不光是推进不动了，他们连现有的阵地都快守不住了。季莫奇科指出，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目前完全处于收缩防守的状态，压根没有任何向前的推进。既然前线打得这么拉胯，为什么莫斯科还要天天在新闻里喊打喊杀？这就涉及到了信息战的层面。克里姆林宫心里很清楚，他们知道以俄罗斯目前的军工产能和后勤，根本无法长期维持这种高强度的导弹洗地。俄军每一波新一轮的导弹攻击效果都不如前一波，拦截率越来越高，造成的实质性破坏越来越小。这其实就暴露出俄罗斯的常规军事能力已经逼近了极限。所以莫斯科现在疯狂加大心理战的力度，四处散播各种虚假信息，试图制造一种我们在2026年还要搞超级大攻势的假象。目的只有一个，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试图通过制造恐慌，给乌克兰内部以及欧洲的援助伙伴施加压力，希望北约能知难而退。在这种拉锯战中，乌克兰的高级指挥官给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随着俄军推进速度的不断放缓，这场战争极有可能在未来的6到9个月内迎来真正的转折点。乌克兰高级指挥官安德烈·比列茨基准将在哈尔科夫东北部一个极其隐秘的地下掩体里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比列茨基的判断非常笃定，他认为俄罗斯军队在经历了4年多的消耗后，精锐部队已经严重缩水，现在的俄军已经彻底丧失了在前线实施战略级突破的能力。他强调，乌克兰现在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为期半年的黄金窗口期，如果能利用好这段时间，乌军就有机会从俄军手中彻底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并且为将来必然会到来的和平谈判争取到最有利的筹码。比列茨基说，接下来这半年，乌军的首要目标非常明确，把俄军死死钉在原地，迫使莫斯科放弃吞并顿涅茨克东部剩余领土的幻想。这块地盘正是目前和平谈判中分歧最大的争议点。乌军能在几个关键的战略要点上打出优势，将来哪怕是停火，乌克兰也能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当然，想法很好，真要实现的话，还是有一点困境的。芬兰黑鸟集团的独立分析师指出，乌克兰现在面临的最大痛点就是缺人。常年的战争让乌克兰的兵源变得极其紧张。不过好在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俄罗斯虽然人多，但他们的后勤和装备会先一步耗尽。面对人力短缺的问题，乌克兰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血肉苦弱，机械飞升，用机器人替代真人上战场。比列茨基正在开创一种全新的战争模式，他们开始大规模整合无人地面车辆以及配备了机枪的隐形自杀式无人机。以前是无人机在天上炸，现在是地面上跑着各种遥控的小坦克和机器狗，直接冲进战壕里和俄军对射。这位指挥官甚至预测，到了2027年，前线大约30%的步兵都会被这种机器人系统所取代。对于这个说法，火力军并不会怀疑，乌克兰的国防工业正在疯狂爆兵。按照基辅的计划，光是在2026年，他们就要采购至少5万辆无人地面车辆，这个数字是之前年度部署量的整整2倍。以前这种小车最多也就是在前线送子弹或者排个地雷，但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专家把它们进行了彻底的魔改，装上了电子战干扰套件，装上了小型雷达，甚至直接焊上了重机枪和反坦克导弹，变成了一个个模块化的战斗单位。这画面有点终结者的味道了。前线打成这样，俄罗斯本土也不好过。这段时间，普京的后院四处起火，防线漏得跟筛子一样。除了刚才说的克里米亚海军港口，乌克兰的无人机大军直接端了俄罗斯塔甘罗格的空军基地，黑海左岸的图阿普谢港甚至第5次遇袭。根据俄罗斯本地频道的报道，乌军向南部的罗斯托夫州发射了数十架远程无人机，其中一个主力集群直扑塔甘罗格。这些无人机准备撕破了俄军引以为傲的防空网，准确砸向了机场，在几十公里外都能看到基地里升起的浓厚黑烟。这次被造的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第325飞机维修厂，这个厂子专门负责维护俄罗斯前线的军用飞机，早就被美国和欧盟列入了制裁黑名单。把它炸了，前线那些受损的俄军战机就只能在机库里趴窝。这个维修厂旁边就是更核心的贝里耶夫飞机制造厂，那是造预警机的地方。目前还不确定这个厂有没有受损，如果连它也被炸了，那俄罗斯空军的损失就大到没边了。随后，罗斯托夫州的州长出来稳定军心，轻描淡写地表示，我们优秀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枚导弹，仅仅是坠落的碎片，不小心点燃了几辆汽车，造成2人轻伤。这种说辞，火力军建议大家听听就算了。几十架无人机冲过去就烧了几辆车，真当乌克兰的炸药是劣质鞭炮吗？塔甘罗格的火还没灭，
俄罗斯最大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又传来了噩耗。短短4天之内，这已经是新罗西斯克第2次被点燃了。乌军的无人机盯上了港口的燃料基础设施，大火直接把整个海面都映成了红色。在5月23日的晚上，乌军才刚刚把当地的格鲁沙瓦亚能源枢纽给扬了，这属于是按在地上反复摩擦了。这还没完，顺着海岸线往下走，图阿普谢港也遭到了空袭。据现场传回的消息，着火点大概率是当地的炼油厂。大家可以算一下，今年春天以来，这个港口和炼油厂就已经挨了至少5波打击。这几个地方全都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乌克兰现在打俄罗斯的炼油厂已经打出了经验，战术配合非常精妙。他们打本土炼油厂的时候，往往会和空袭克里米亚的行动同步展开。这边无人机炸油罐，那边风暴阴影炸指挥所。俄军的防空系统首尾不能顾，连莫斯科附近的奥缪尔以及边境重镇库尔斯克都开始频繁拉响防空警报。至于更远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地区，当地坎德里的油库也突发大火，这里距离乌克兰边境可有好几百公里，大概率是潜伏在俄罗斯内部的轻武装搞的地面破坏行动。除了炸固定目标，乌克兰还玩起了千里追猎。根据第72独立机械化旅放出的视频，他们的无人系统营杀进了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地区，在空中对俄军的炮兵阵地进行点名。无论是2419这种重型自行榴弹炮，还是2S4这种大口径迫击炮，全都变成了冒火的废铁。不过最让俄军头疼的还是乌克兰手里那批新型的秘密武器。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第412旅的爆料，他们现在装备了一种从未对外公开过的新型远程打击无人机。这玩意儿目前最大的战果就是掐断了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陆地生命线。俄军现在主要靠一条叫 R280 的公路连接被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和克里米亚，每天都有大量的油罐车和弹药车在这条路上跑。乌军的这支秘密打击点队就使用无人机在纵深地带搞猎杀，不管俄军卡车怎么跑，甚至试图走田间小路绕开主干道，都逃不过无人机的眼睛。据这支部队自己说，他们已经在这条线上摧毁了数十辆俄军的高价值补给车，搞得现在俄军后勤司机上路跟抽生死签一样。为了对付俄军越来越强的电子干扰，乌克兰的军工企业还在疯狂研发新型固定翼打击无人机，要求就是能在没有 GPS 信号的情况下，依然能顺着公路找到俄军的后勤车队，进行自杀式攻击。前线著名的亚速旅也参与了这项任务。顺带一提，乌克兰的报复行动不局限于俄罗斯本土。这几天，乌克兰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普京的铁杆小弟白俄罗斯。情报显示，俄军有可能要从白俄罗斯境内街道向乌克兰发起进攻。面对这种传闻，乌克兰直接发动反击。波罗夫迪直接在公开频道向白俄罗斯喊话。乌军的情报部门已经精确锁定了白俄罗斯境内500个高价值军事目标，只要白俄罗斯敢再次配合俄军的行动，这500个目标立刻就会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的饱和式打击。这是怎么回事？2022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俄军就是大摇大摆地从白俄罗斯街道兵临基辅城下。不过当时乌军骨头硬，硬生生把俄军打了回去。从那以后，俄军再也没敢从白俄罗斯方向搞事情。但最近这段时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动作频频，不仅搞了所谓的联合核军演，俄罗斯甚至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针术导弹部署到了白俄境内。基辅这边显然已经不吃这一套了。现在的乌克兰早就不是2022年那个只能被动挨打的乌克兰，他们手里的无人机和导弹连莫斯科都能炸，更何况就在隔壁的白俄罗斯设施。乌克兰这招就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卢卡申科，以前我没能力打你，现在我今非昔比。你要是想跟着普京趟这趟浑水，最好先掂量自己国内的军事基地抗不抗炸。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和明斯克方面对这个500个目标的警告都保持了沉默。估计卢卡申科心里也在犯嘀咕，毕竟前段时间他还刚刚否认过白俄罗斯会卷入这场战争。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几天，白俄罗斯的反对派领导人季哈诺夫斯卡娅首次前往基辅进行访问。泽连斯基不仅热情接待了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泽连斯基甚至在演讲中公开阴阳怪气地讽刺了一把卢卡申科。这种外交层面上的威胁给足了白俄罗斯压力。结合目前的局势，火力军认为，随着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不断升级，以及战场无人机技术的彻底改变，俄罗斯现在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前线推进不动，后勤被卡脖子，本土的炼油厂和机场天天起火。如果真像乌克兰指挥官预期的那样，能在未来半年把这些机器人大军铺满前线，那乌俄战场的最终走向恐怕真的要迎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拐点。至于俄罗斯还会使出什么招数来应对，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军在顿巴斯的反攻能起到什么战果？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